其实，在最后这几天和平的日子里，希特勒也曾经犹豫过，甚至中途都放弃了要进攻波兰的念头。就在8月25日这一天，希特勒原本制定的计划是8月26日对波兰发起进攻，而在头一天，也就是8月24日，他刚见完从莫斯科返回的里宾特洛甫之后，就立马给他的好兄弟墨索里尼发电报，通报德国跟苏联之间的谈判细节，并且告诉墨索里尼，他已经跟斯大林勾兑好了，现在可以放心的对波兰下手了。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墨索里尼怂了，因为根据他们之前签订的协议，德国只要跟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那意大利就自动视为加入战争。于是墨索里尼没有正面的回复希特勒，反而是给他开了一份清单，表示如果意大利加入战局，维持战争1年最少需要700万吨石油、600万吨煤、200万吨钢材以及100万吨木材等等一长串的物资。希特勒在看到这份清单过后，都恨不得气昏过去了。因为如果按照墨索里尼的要求给意大利划拨物资的话，那德国的士兵就只能骑着驴，拿着木棍去跟波兰人打仗了。那另一方面呢，就在8月25日这天，希特勒得知英国跟波兰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张伯伦之前说过，如果波兰遭受到了任何进攻，英法将给予全力的支持。而现在，张伯伦之前的口头承诺变成了正式条约，所以希特勒也就不得不再慎重考虑一下，于是就放弃了原本要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对波兰发起进攻的计划。但是希特勒没考虑多久就想明白了，连他自己都会怂，那更何况墨索里尼。所以墨索里尼之前提供的那份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清单，其实就是一种不好意思明说的变相的拒绝。在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希特勒又再次给墨索里尼发电报，表示愿意给他提供要求的一切物资，而且顺带告诉墨索里尼，就算英法全力支援波兰，但是德国在西线的防御固若金汤，英法一时半会之间也不可能取得什么关键性的进展。而正是因为有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跟苏联一起击垮波兰之后，东线的部队就可以立马调转到西线去抵抗英法。即便如此，墨索里尼也依旧态度暧昧，于是希特勒也就干脆不再指望意大利可以加入战局，反正按照目前的评估，纳粹德国自身也足以抵抗任何可能的反击。于是在希特勒怂了不到24小时之后，他请求他的好兄弟，即便意大利不用参与进来，也希望墨索里尼不要透露任何纳粹德国可能进攻波兰的消息，以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而这次墨索里尼答应的非常干脆，他告诉希特勒，放心，在战争打响之前，不会有任何人能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虽然这段时间以来，英法也一直在跟纳粹德国积极沟通，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德国跟波兰之间的问题，但除非是能够达到纳粹德国对奥地利、对苏台德、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效果，否则任何外交斡旋都不可能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如果波兰愿意妥协，老早就谈妥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纳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了。于是在1939年9月31日，希特勒给德国武装部队下发了1号作战指令。鉴于用和平方式解决东部国境线上局势的政治条件已经告罄，所以将用武力解决。对波兰的进攻，按照白色方案规定的准备工作进行。进攻日期为9月1日，进攻时间为破晓时分的4点45分。直到开战前的1分钟，墨索里尼都还在试图劝说希特勒，他愿意出面调停，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德国跟波兰之间的冲突。而希特勒则友好地回复了墨索里尼，对于他在外交以及政治上给予德国的支持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并且告诉墨索里尼，鉴于当前局势的分析，德国预计不需要意大利提供军事帮助。至于为了调停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在表达感谢之余，他也还跟墨索里尼强调，这种努力意义不大，因为就目前波兰政府顽固的态度来看，这种努力不出意外的会徒劳无功。最终，纳粹德国的武装部队如期的进入了波兰。面对意大利希望出面调停，法国人倒是表达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可以进行会谈，并且没有附加任何前提条件，既没有要求德国先撤军，甚至都没有要求德国的军队停止继续前进。而英国人则坚定地表示，如果要进行会谈，德军就必须先撤回德国境内。几经沟通未果，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了。9月3日上午9点，英国向纳粹德国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在中午11点之前纳粹德国不撤军，那么英国就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到时候英德两国就将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根本就没有正眼看一下英国的最后通牒。于是在1939年9月3日中午12点06，张伯伦在英国下议院正式宣布向纳粹德国宣战，随即法国也正式加入向纳粹德国宣战。英国跟法国可能当时还觉得自己或许余威尚存，在向纳粹德国宣战之后，纳粹德国就会有所顾忌，而担心自己西边国境的安全。又或者说英法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把握，在接下来不长的时间里，从西边击溃纳粹德国，来解波兰的危机。而就在英法对德宣战2天后，也就是9月5日，英法突然之间发现，他们好像已经没有救援波兰的必要了，因为在德军进入波兰不到48个小时，波兰的空军就已经被完全摧毁了，500多架飞机，绝大多数甚至都没能来得及起飞，就直接被炸毁在了机场上。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闪电战是什么样子的，而这一战也让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彻底成名了。他的装甲师在波兰的土地上如入无人之境，1天之内就可以推进50-60公里。波兰人竟然还在用骑兵来对抗德国人的坦克兵，当战马加上长刀对上坦克跟大炮，这个时候英勇跟顽强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德国人甚至都不用开炮，直接碾过去就行了。波兰的第2大城市克拉科夫在9月6日就沦陷了，波兰政府也紧急从华沙撤往了卢布林。而9月7日，纳粹德国总参谋长哈尔德就已经在考虑，准备要把部队调集到西线去，以便于抵抗英法。9月8日，纳粹德国第4装甲师进抵波兰首都华沙，由威廉利斯特将军率领的第14集团军也已经抵达了维斯瓦河跟散河的交汇处，就是之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规定的纳粹德国跟苏联的分赃界限。被纳粹德国的闪电战吓到惊慌失措的远不止英法，还有原本准备观望一阵子的苏联。原本苏联人的如意算盘是让纳粹德国跟波兰先耗上一段时间，等到双方都疲乏了、僵持的时候再大举进犯。所以9月5日之前，在答复德国人要苏联人从东边进攻波兰的请求的时候，莫洛托夫一直都是装模作样的说时机未到，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有损苏联的事业。而当看到威廉利斯特率领的第14集团军已经抵达了维斯瓦河跟散河交汇处的时候，苏联人大惊失色，要求德军即便已经这么快就抵达了，也必须要停止进攻，要严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签订的瓜分线。意思就是你们搞得也太快了，没有你们这么玩的。不过不管怎样，你们已经答应我们了，所以不准再往前了。战局的发展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这让里宾特洛夫也很困惑，于是让驻莫斯科大使询问莫洛托夫，苏联到底怎么个意思？到底还打不打了？你们要不打，那我们就继续了。而这个时候，莫洛托夫也再也不敢装大尾巴狼了，立马回复就在这几天，并且赶紧开始巴结。苏联对德国如此迅速就取得战果表示祝贺。苏联之所以没有立马出兵，另一个方面是因为苏联还想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德国入侵波兰是因为弹责问题，虽然不正当，但好歹算是个说得通的理由。那苏联就不行，总不能说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签了的，我们苏联跟德国商量好了，一起瓜分波兰，德国人拿西边，我们苏联拿东边，这不合适。况且苏联跟波兰还签了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只不过现在德国人动作太快了，以至于让苏联人根本都来不及反应。在左右权衡了几天过后，苏联提出了一个非常无耻、非常恶心、非常下流的理由。苏联人说鉴于波兰目前归于瓦解，所以跟波兰之前签订的一切条约都随之失效。为了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同胞免于战火，苏联有义务出兵波兰，让这些同胞在苏联的保护下，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安居乐业。这个理由是不是很熟悉？时至今日，俄国人都在用，所以波兰人恨俄国人是有原因的。于是1939年9月17日下午6点，苏联正式举兵入侵波兰。第二天，苏德两国的军队就在布列斯特列夫托斯克，也就是今天的布列斯特会师。而从9月19日开始，苏德两国就一直在商讨实际上的边界划分以及波兰的存亡问题。希特勒为了安抚好斯大林，
因为他毕竟马上就要调转枪头去西线对付英法，所以对斯大林提出的要求几乎都是照单全收。而这里面最值得让人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波兰的存亡。希特勒主张让波兰人自己治理波兰，就像拿破仑那样组建一个华沙大公国的傀儡政权就可以了，而斯大林则坚持要求不能接受一个残存的波兰，要按照苏德分界线直接瓜分。虽然希特勒对这样的结果也是乐见的，但实际上要求完全瓜分波兰，不允许波兰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的，则是俄国人。所以这样也就好理解了，为什么波兰一直都抗拒要联合苏联一起来对抗纳粹德国。于是在9月29日，莫洛托夫跟里宾特洛夫在苏德友好边境划定条约上签字，短短28天，波兰也是世界第2陆军强国，也就从地图上消失了。那这个时候西边的英法在干嘛呢？他俩8月底的时候纷纷宣布要在波兰遭受进攻的时候给予全力的支持，也确实早在9月3日英法相继对纳粹德国宣战。那这个时候这哥俩在干嘛？法国在跟德国对峙，当时的法国是世界最强陆军，而跟他对峙的德国满打满算安排了26个师，法国人躲在钢筋水泥的战壕里安静地坐着，静观其变，看着一个英勇的盟友倒下。英国呢，没在干什么，可能在隔海相望吧。直到10月11日，波兰已经被瓜分完毕的3个星期之后，才派了4个师到法国境内，与法国一起跟那26个德国师对峙。后来根据德军将领自己说，如果当时在西线，法国人不仅仅只是对峙，那么很大概率二战就不会打下去，或者说可能不会打得那么广，那么惨烈。虽然陆地上一直都在对峙，但是海上还是有一些战斗的。当然这些战斗也主要都是以德国人挑衅为主。整个9月被德国潜艇所击沉的英国舰船就有26艘，总吨位135552个。即便如此，法国也表现出了军事上的克制，英国则举棋不定，以至于希特勒后来自己下令海军先缓一缓，不允许进攻一切商船，并且不允许进攻任何法国船只。空军更是，法国要求英国不能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因为怕德国报复。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又出来大摇大摆地呼吁和平。他说纳粹德国无意与英法作战，他同情那些在前线的法国士兵，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何爱战。而纳粹德国对西方也没有野心，所以他不明白为何英法现在要打仗，毫无道理。然后他又假惺惺地祈求上帝，让别国的人民想想和平的幸福。希特勒10月6日在国会的又一次和平演说当中向法国喊话，希望跟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德国对法国已经不再有任何要求，他们甚至都已经不再提及阿尔萨斯洛林。而对英国说，做了很多努力，一直在积极寻求英德之间的友谊，没有做过任何有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因为德国相信只有跟英国保持友谊，欧洲才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当然他最后也没忘记提醒一下英法，波兰已经不可能再站起来了，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不过他也准备保证欧洲其他部分的现状。后来人们才知道，希特勒抛出的所谓和平建议，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找一个正当的理由罢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7日，法国总理达拉蒂答复希特勒，在得到真正的和平以及普遍安全的确切保证之前，法国绝对不会放下武器。10月12日，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正式答复希特勒，如果有和平的意愿，那就来点实际的，不要光停留在口头，而且还说得含糊其辞。我估计希特勒在得到英法明确回复的时候，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就可以直接为他接下来要继续发动的武装入侵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所以他10月13日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英法相继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是他们执意要选择战争的。为什么说希特勒是乐见英法拒绝他的和平建议的？因为早在他发表正式声明的前3天，也就是10月10日，希特勒就召见了军事将领，说明了战争局势以及世界的形势，并且同时下达了第6号作战指令。主要内容就是做好准备，以便于尽早进攻荷兰、卢森堡以及比利时，还要尽量多的歼灭法国以及其盟国的作战部队，要尽可能多的占领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的领土，到时候作为对英国进行空战以及海战的基地使用。
所以英法拒不拒绝希特勒所谓的和平建议，差别不是太大，希特勒都是要继续发动战争的。区别只是，如果英法接受了建议，那希特勒就要重新考虑一个合理的理由，而现在英法拒绝了，那顺理成章的，希特勒就得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